要带大家去看哪里呢？哇塞哒！Smolder by the flames, dreams crash and burn. Gold are in the ash. 这里到秋天呢，就会变成一整排金黄色的杏叶树，所以这里也算是东京区内算是非常有名的赏枫景点哦。从北门直走呢，大概走个200米就会来到了 Building 11的入口，然后从右转进去呢，就会直接看到学校的大厅。这里是小小的空间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按钱，然后付印，还有买食物，这样你就不用跑到下去1楼买这个。对，然后这里还特别有卖瓦塞达的瓶装水，我上次有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然后食物呢，全部都有很齐全，果汁，还有尤其是杯面，很多。对。然后这也是代金券啊，还有这些泡面的热水，还有这个机器什么都可以买的机器。对，这个是由 Family Mart 经营的哦。每一栋的便利店是由不同的那个便利店，你像有一些是 7-Eleven， 有一些是 Family Mart， 对，不一样哦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Building 11呢，总共是有11层楼，如果我没有出错的话。然后这里是5楼的地方，然后从这里可以看上去有点像天井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它类似像中庭一样的功能，它位置会比较宽，比较于其他的楼层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设计真的特别好，因为建筑物不是可以直接透到室外的，所以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呢，我觉得空调都特别舒服，然后设备也比较不容易老旧。你们知道我找了几层才找到空的教室，而且门是开的，所以我来带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 Building 11普遍教室是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教室应该可以容纳大概50个人这样。耶，就是长这样子的。然后它是有一个弧度这样子，它不是直直的，它是有弧度，所以全部学生就会是面向讲台的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个还蛮特别的，它的椅子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它是洗着地板的，所以你的椅子是不可以动的啦。然后这样子推开来，哒哒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放学了过后，椅子可以讲是蛮整齐的啦，然后椅子也不会随便被移动过。对，然后就是白板，然后是上下推的那一种。然后他们的projector 通常是用 Sony 的，因为 Sony 老板是瓦塞达毕业的。好了，教室就大概给大家看到这样子。对，因为空的教室也蛮难找的，所以好啦，就这样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来带大家看一下大教室长什么样子。因为当时候看到有同学在这个教室里面，所以我就没有讲话了。但是现在我就用后置配音告诉你们一些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大教室大概目测是可以容纳大概200多个学生。然后因为后面的学生会离教授的比较远，所以有可能看不到白板啊等等的问题，所以还有 PPT 可能有看不到，所以他们会有4个电视，然后播放着教授讲的东西，我真的觉得特别棒。Building 11的2、3楼都是一个办公室的部分，对，3、4楼是办公室，然后2楼是学生的 lounge， 所以我现在带大家去看 lounge 长什么样子。Go go！
这个就是给学生用的 lounge， 这样子。现在带大家来看 W Space，Go Go。这个地方主要是空间给学生小组讨论的空间，还有读书的空间。然后每一个建筑物里面都一定会有便利商店，通常是长这样，然后它还有白板，然后有合适的部分，然后每一个小格子，这个就是比较大圆桌给学生讨论。然后每个小格子里面，你看都会有那个黑色的电视机，就是可以从你的那个电脑连去电视那边，然后做小组讨论用的部分。对，这种大桌子就是给小组讨论的，就是比较大的会议。然后有一些是 walk-in space， 有一些是 booking space， 所以depends。然后你可以上网做预定。然后这个小电视机就是给你连去你的电脑做小组讨论用的，然后里面都有室内马克啊什么那些，就是工具很齐全。你看都是没有学生占座的情况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良好的环境。而且每一个位置都是有连电的，所以你又可以在那边读书啊，做什么都可以，好棒哦 ！W Space。现在要带大家来看我最爱的学院，就是不是我爱这个学院，是它的 building 太美了，就是这一间。它是在这间很标志性的一个博物馆还是纪念建筑的旁边，对，非常的新，而且很多层楼，所以我带大家再去看看。你看上面还在有人在上课，因为今天星期六，虽然讲星期六还是有上课。好。这个是学生的 lounge， 下面就是每一个 building 里面都有一个学生的 lounge， 然后旁边就会配一个便利商店。好，我又很幸运的找到了一间空教室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，如果写讨论课的话，比较需要讨论的课程的话，他们就被配到这种教室。然后这些座椅就是可以移动的咯，然后很大的3个白板，然后对，还有很多白板在后面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可以给学生用的用一些讨论课使用的。我觉得这个教室很棒，而且很大，很明亮哦。而且每一个地板上都会有个这样小小的东西，就是可以给学生拿来充电的，电脑充电。对，好的，而且是又是索尼的 PPT projector。OK。我带大家去看为什么我觉得它是我最爱的。关灯。好，你看这里也有 W Space， 就是每一层都会有个 W Space， 好特别哦。全部找大生都可以利用的教室哦。哒当，好可爱哦，哇塞大熊。OK， 来到我最爱的 building， 你看这个就是旧 building 的部分，然后这个就是新的 building， 这个是新的建筑，然后他为了不要破坏旧的 building， 就是它很有纪念性嘛，所以他就把旧 building 跟新 building 做结合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超级好看的哟。又偷偷潜入一个没有人的教室。OK， 这个是3号 building 的大教室。然后因为后面这些就看不到前面嘛，因为讲师太小了，所以他们就会有4台电视机，给后面的同学看，然后这里也有给前面这2排的同学看。然后对，就是长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这里的 building 真的是很信赖人，他没有锁门，如果折到话早都给你锁死死，他就怕你进来用他冷气。超浪漫的这个走廊 ，Oh my god， 好特别！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个建筑的结构，就是长这样。然后我现在已经踏入了旧的 building 的部分，带大家去看。虽然讲是旧 building， 可是它的东西是很新，它的维持度很好。Oh my god， 有人，我拍不到给你们，抱歉。OK， 偷偷从这里拍好了。他们觉得我是奇怪的人。
我大概这样子拍好了。对，你看嘛，他们就是维持着旧 building， 它保有旧 building， 可是里面东西都是新，很新很新。它长这样。OK， 这里就是来到了跨过了一条马路，然后来到了食堂的部分。这个是学校的 cafe， 然后这里是食堂。来到这里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学校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然后有最新的菜单啊，还有时间限定的一些食物。然后这里直直走进去就是食堂了。再来呢，我们来到 Okuma Garden，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早大的学生大草坪。虽然讲寸土寸金的东京还是会有大草坪的哟。虽然有点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哦，因为它是在大树下，所以它是一个日式的庭院。然后春天天气好的时候，天气没有太热的时候，学生就会来这里吃午餐。这个是一个酒店来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可以看到它，然后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有小溪啊、小溪流之类的，然后树后面那边就是食堂，对，然后这里有时候就是有些小学或者高中他们来户外教学的时候，他们就来这里一起吃饭，对，然后我的朋友也很爱来这里，对，还有一个钟楼，这个是学校的咖啡厅，我觉得它的咖啡还可以，但是不便宜。对，然后它里面也是有卖主食，可是为什么不要去食堂吃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那个纪念品也在这里有卖，对。一进入食堂呢，就可以看到地上有4条不同颜色的线，然后你就会根据你自己想要吃的东西，比如想说我想要吃中华料理，我就跟着蓝色的线排，这样我就不会排错线了。OK， 这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大门口。我这样讲人这样子讲，这个大学人不太好，可是它就是一个很开放性的大学，就是谁都可以走进去的那一种。在这里是个门口。And the tears you never should be, either with despair and the glimpse of light which the darkness fears. I remember those good times as well as the bad ones. Take one step at a time. You are larger than life. Time and after time, with the threads of sunlight, one day you will see.